初心者求救，把相关的讯息转给王玉明委员当旗开委员。他们家附近的水是退了，电还是没有来。那他是住在3个月的庄娃老宅里面，电没有，道路汪洋一片，只收到了1袋泡面跟几瓶水，窗户也破了，庄娃房也被掀了，手机讯号时有时无，靠汽车在充电。啊，把资讯转上去，还在翠上面被青鸟出征，政府失能，青鸟无法无天，整个台湾搞得跟第三世界一样。青鸟是为着执政党霸凌在野党。被青鸟给出征，停电怎么上班？你是不是没被停电过？你为什么灾区很严重？因为你的市长不做防灾。总统到哪里水通到哪里，总统到哪里电通到哪里，还在那边造神造赖神。我为什么讲是笑话？因为你根本不做防，只会放台风假，台风假来笼络民心，好像一副你有做事的样子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台南的事情，我意外的被青鸟给出征哦。尤其这一次中南部疫情是非常严重，狠狠的把台风假放成年假。他接这段呢说我说是天大的笑话，说虽然灾后复原嘉陵清理被说成是笑话，我直接直球对决他，是贴了台南、高雄、屏东3个县市，从周一放到周五，等于从上周六放到下周六，下周日连续9天一口气放成年假长度，背后可悲的是多少老百姓的人身财产损失啊！县市长不做好防台准备，遇到台风拼命放假，看似笼络老百姓，实的推诿射责，结果台南地区依然不少在停电，甚至停电了6天，可以说越绿越停，越绿假放越久。可笑的是绿媒侧翼网红青鸟对南高屏灾情只字不提，整天四处出征台中等非执政县市，企图转移焦点，继续烧大罢免。你以为风灾都在台中市，总统叫做卢秀燕，你这个都不做防灾，遇到风灾之后大放假，他说放假也被骂，不放假也被骂，哎，我们有放假不要跟人家讲哦。灾后呢救灾慢吞吞，还在那边造神造赖神。我为什么讲是笑话？因为你根本不做防，只会放台风假，用台风假来笼络民心，好像一副你有做事的样子。我就问，今天是国民党执政县市发生类似这样停电5天休假1个礼拜，你会不会骂？国民党如果真的发生灾害，停电5天休假1个礼拜，早就被骂爆了。不要停电5天，停电1天就被骂爆了。政府救灾不力，你就断章取义扭曲，是真的恶心。各地政府都派人帮忙，中央呢黑龙宣去年人半天就全部在忙大罢免。三明治有报南部灾害吗？我跟他直球对决到现在也不回答我。第一，本人高雄人啊，要比南部风灾从小吹到大，淹水没少过。第二，原文说的是防灾比事后放假更重要，防灾做得好，灾后才不会那么严重。第三，多少年南部首长最喜欢事后诸葛亮，放假博版面，看灾收民心。问题是事前防灾到底做到哪里去了？第四，一个中台就这么严重，随着全球暖化，海温上升，台风只会越来越强，未来继续搞这一套，百姓扛得住吗？第五，绿媒侧翼青鸟到现在强烈监督台中是事实，台中做不好该骂，台南做不好不能骂，你拿灾民的苦难情勒大家，不准检讨县市长，真的很可笑。第六，断章取义，根本故意的，除了让青鸟开心，实质上灾难一点都不会减少。你可以继续，但我看透了这些伎俩，不敢回答我，然后装死。讲这种话的人本身是笑话，过太爽，不知道我们灾区有多严重。你为什么灾区很严重？因为你的市长不做防灾嘛。总统到哪里水通到哪里，总统到哪里电通到哪里，停电怎么上班？你是不是没被停电过？从青鸟欲闯我家门到民主制衡靠党外，之前出差1个礼拜，回家好几天后，老婆才告诉我一件事啊。话说我家大铁门中间突然留了一扇通风透视纱门，平常是打开的，内外可以互相看到。某天晚上，老婆一人在家手苦摇，想念我，有人多次按门铃却拉不开门的声音，没有按门铃，也没有出声喊一下有没有人在家。在厨房吓了一跳，依稀看到门外的人影的老婆立马冲到前厅客厅门问说你在干什么？结果对方说我来请你联署大罢免，还想要推销什么的一个身形壮硕的年轻女子，看到我老婆表现出的不悦，转身就离开，没有按门铃哦，没有讲话哦，就拉你家的门哦，闯空门是不是？真的很夸张哎，他是按门然后拉不开，然后再叫你大罢免联署，也没有任何一句道歉。他们最近还有一个很扯的事情嘛，有一个阿伯以前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帮党外发竞选传单，莫名其妙摔死在台大校园的陈文成博士附近发申冤传单，参与社会运动时期为环
环境受污染的受害民众，为劳权剥削的罢工劳工的传单时，也自认为是正义地方。可是我们都鞠躬，还要请民众支持。看到不同立场的人将传单丢地上，即便是当了自己面前，也珍惜之前默默的捡起来继续发送。被企图消灭在野党立委的执政者煽动的亲们心里在想什么？你们是为弱势族群争取权益吗？还是为强势国家机器做割草机呢？想要摆脱民主监督的执政党，清除不同意见的杂质呢？我不明白你们的清楚，你们也不清楚我的明白。40年前的党外是一个关心弱势的大学生，是一个参与社运的中学教师。40年后，我竟然还得加入党外在野大联盟的发起人，真是奋斗永无止境的时代反讽啊！不变的是，我在一党之外反抗的都是执政党，但已经从国民党变成民进党了。青鸟是为着执政党霸凌在野党，民主靠制衡，制衡靠党外。这是一句政治学的常识啊，后一句是血汗的实践啊。我也跟着他闯荡抗争街头，历史教训为何重要？他会不断重复，人类却老学不会啊。青鸟却有很多很瞎的事情发生。这是一个最近在脆上面传得非常火红的青鸟大陆人之间的交战。住哪的？山东，你说广东话吗？啊，我是山东人，不是广东人。山东讲山东话。住山东为什么要讲广东话？你们那边过得舒服吗？你们这个层面，并不是我们这个层面。你看咯，直接说你们那个层面，开口就要贬低人家。就照你这个居住的水平啊，你这不过就是6、7坪的一个个人单间套房而已。你这居住水平说你们那个是底层，你认真吗？你这房子旁边还是这个浴室的门，什么叫你们这个层级？住了一个小套房。这哪里？台北、桃园有机场，有机场。但你希望我们两边怎么样？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整体，然后现在是因为政府不同，所以要统一，这个很合理。两边打起架，55开呗。55开是怎么算出来的？美国佬应该会来啊。美国自身都打饱了，保险了。美国佬、日本佬、韩国佬，你都是开口叫人家美国佬、日本佬、韩国佬，你觉得人家要来帮你吗？你认不认为是一个整体啊？应该不算，因为我配到的很多中国人都跟我仇台啊。你说中国人这个说法就不对，因为中国是包括了台湾，包括了这个中国大陆，包括了新疆，包括了西藏，包括了清朝，包括了明朝，包括了上下5000年，这个整体是中国。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莫名其妙的时候都别生气，打不出来，所以他就开始用贬低的方法说对方在生气，就是觉得对方讲到中国跟台湾，大陆人就会生气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大陆人他是很合理的在阐述他的观点，同不同意一回事，至少人家是心平气和在讲。这既然是一个整体的情况下，两方人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说日本、美国，这个你们跟美国是一个国家吗？跟日本是一个国家吗？为什么他们会帮忙？你们依靠他们？别生气嘛！我没生气啊，我就问你为什么没有不干我？俄罗斯那不也是你们的人呢？如果我跟俄罗斯是一伙，那俄乌战场就不会是那个情况。你怎么当年他是一伙呢？对呀，你们没帮人打，所以打起来他们也不会帮你们打。这里来了一个经典的回转式跳针。哦，因为你没帮俄罗斯打，所以到时候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，俄罗斯也不会帮你打。不是啊，两岸开战干俄罗斯屁事啊？中国打仗还需要俄罗斯帮？就你这个认知，我说白了，我都脱约跟你说。好啦，人家很肯定吧？不是啊，你这个没有国际观啊，你们这些都是有。像人家耕田是为什么？他接着是说没有国际观，为什么没有国际观？他意思是说你很 low， 你认知水平很低，这很糟糕，从头到尾用歧视性用语在看别人。你指的国际观是哪方面？你知道历史课本咋写的吗？历史课本哪段历史啊？我不晓得啊，那个我不晓得，你问我啥呀？看你在看啥？我讲哥们儿呀，我靠，你回答我问题啊！你全是片儿话。我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清晰逻辑的举例出来？哪段历史啊？哪段不对？怎么证明国际观？我都不晓得啊。你不晓得？你问我问题，你不问我问题不晓得，然后你说我不懂历史，不懂国际观，那咱俩到底是谁不懂历史，谁不懂国际观？好啦，大家很肯定吧？本来两个就是一个整体，所以说统一很合理，这是我的观点，我已经表达非常清楚了。然后你一直在问我问题，我也给你回答很明白。那我问你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好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要有第三方解决？你说你要日本的、美国要参与，为什么？啊，今天我问你啊，我在问你问题，你又问我了，又反问我了，回答我问题。好啦，人家跟帖吧你。是认真离线哦，自己崩溃自己，从头到尾讲不出一个理论、一个内涵。好，请签这张放弃普发1万切结书。我深刻的建议啊，行政院立刻成立弃领1万元救台电募款专户，给青鸟们捐赠给台电爱台湾的机会。请大家一起分享起来这一张青鸟放弃领取普发1万切结书。本人为崇高青鸟，对党忠贞不二，绝无恶心啊！本人坚决放弃领取普发现金1万元。本人主动将该笔款项捐赠给台电，支持党的无上光荣之亏损事业。本人效忠民进党中央，坚决打倒蓝白普发现金政策，死都不领。所以青鸟赶快签下去。签下去，台电就有了。我之人格将与民进党伟大价值同在，我之灵魂将与台电亏损共荣共存。违者违反党的道德审判，青鸟们的公开批斗绝不反悔。我本发每年给台湾300亿。不什么？没给，你怎么知道没给？你怎么知道有给？因为我们这边有数据，他只是没报，并不代表没给。咱们不要有像是我不认为咱俩是同一个国家，那你认为呢？出国过海关的时候，国家内蓝骗什么？那为什么我们去过海关的时候，去大陆要过海关呢？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再办台胞证呢？在香港跟去大陆也要办港澳通行证啊？一国两制啊？对，那不是证明一个国家吗？我承认香港跟中国是一国两制，但台湾跟中国完全不同制度。你哪里认为香港走的制度是为什么制度吗？那我认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。你笑什么？你拿事实说，没有统一我承认，但是一个中国，我认为是一个中国。那他是不是中华民国？中华民国推翻了清政府，他被赶到了紫禁城。你能叫紫禁城这个东西那块区域叫清朝吗？是有个叫张勋的人去复辟清政府。对于中华民国来讲，张勋是不是反贼啊？他被赶到了紫禁城，你不能称紫禁那块紫禁不能称为清朝，因为时代已经过去了。
那我们撤退到台湾不行吗？你是因为什么撤退？我12五通。这个台湾不只有台独，还有一些台湾同胞，我们会因为这些台湾同胞不去发射这些炮弹，我们不是因为你们，你们可以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，那你们就走着。但完全被碾压，到底有什么自信？青鸟一天到晚在送头啊，我快晕倒了，你知道吗？